Hello，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是惠子。小智和游戏中的蛋党不同，收服宝可梦全靠随缘，性别上自然也不会太在意。但即便如此，他收服的宝可梦大部分还是雄性的，雌性实在是不多。那么今天就来看一下他到底有哪些雌性宝可梦吧。1. 月桂叶。月桂叶是小智收服的第一只明确性别为雌性的宝可梦，它初次在无印127集中登场，小智与其交战，但是因为它过于拼命，导致遍体鳞伤，小智于是打消了收服它的念头，将其送往精灵中心治疗。后来因为小智在困境中也不忘照顾菊草叶，这让菊草叶喜欢上了小智，并在这集末尾加入了小智队伍。在无印200集中，菊草叶和小智误入发电厂，因为小智为了保护自己被火箭队攻击，所以他愤然进化。虽然是女孩子，她的性格却非常的要强，在面对强敌，她丝毫不会退缩，哪怕对手是喷火龙、黑鲁加这些属性克制自己并且有着强大实力的宝可梦，他仍然能够想到办法去打赢他。甚至如果小智让其中途下场，他会非常生气，这点在无印137集中就有体现。因为是女孩子，她也很容易吃醋，当小智在其面前去亲近其他宝可梦时，她就会生气，并且顶开其他宝可梦，典型的野蛮女友啊。2. 轰龙雉鸡。他还是豆豆哥的时候，在 BW 第2季出现了，因为爱丽丝总是要说小智是个没长大的小孩子，这把小智吵得很恼火，于是他在一群豆豆哥中收服了他。在小智收服腾腾蛇的过程中，他的迷人让小智非常头疼，不过因为豆豆哥同样是雌性，所以没有效果。也正是如此，豆豆哥打败了腾腾蛇，让小智收服了他。在 BW 22集中，他在打倒了大批的百足蜈蚣之后，获得了巨额经验值，进化成了咕咕哥。他在道馆战中出场不多， BW 68集是一个亮点，挑战吹击道馆馆主风怒大显神威，击败了新蝙蝠和武天鹅，并且在本局中进化成了最终形态轰龙雉鸡，其他也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BW 83集利用道馆被瓦斯弹击败，在 BW 107集中更是丢人，在对方虎彻只剩一只利欧路的时候，他上去一点伤害没打出来，被利欧路干掉，实属白给。白给之后，在 BW 116集中，喷火龙回归，小智就把他送回了大木后院。不过据大木博士所说，公的大王爷和姆克因对于这个雌性室友的到来非常开心，最后他还是比较听小智的话的，个性比较温和，没有其他雌性宝可梦这么极端的性格。在 BW 36集，他耐心教始祖小鸟飞行，算是人妻类型吧。3. 腾腾蛇。腾腾蛇在 BW 第7集登场，他非常傲慢地吃掉了小智一行人的午餐，这让小智很恼火。但是这时候的小智还真不是腾腾蛇的对手，腾腾蛇非常敏捷，多次成功逃脱，好不容易赶上与其对战，他也会使用迷人将小智的水水塔、暖暖猪弄晕。不过好在小智的豆豆哥是雌性，并且属性克制他，于是他就吃瘪了。腾腾蛇是高冷御姐类型的，同时也有很强的正义感。爱丽丝的导电飞鼠常常喜欢利用迷人来获取额外的食物，腾腾蛇每次在他搞事的时候都会过去打断，这让他们早在 BW 25集就结下了梁子。腾腾蛇此外还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当他不满意，训练家会主动抛弃他们，甚至在 BW 129集中，他会和其他宝可梦传输遇到不合格的训练家就应该抛弃他们的霸气言论。另外因为他没有进化，所以实力并不算很强，顶多欺负一段的，遇到真正强敌且迷人无效的话，他就会被吊打。比如 BW 50集小菊儿的导电飞鼠，因为同样是雌性，它就被暴揍。同样情况还有 BW 61集的龙头地鼠和 BW 108集的路卡利欧。腾腾蛇对这些宝可梦毫无办法。4. 长尾怪手。长尾怪手在 AG 178集出现，他抢走了小智的帽子和小瑶的奖章盒。
后来一直跟着小智一行人，并在看了联盟对战后和小智对战，战败被收服。本来按照惯例，下一个地区只有皮卡丘跟着小智，可是他是个例外，他跟着小智去了神奥地区，不过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了。DP 11集，他喜欢上了华丽大赛。后来在 DP 54集中，小智将他和小光的泳圈鼬交换，于是他就能名正言顺地参加华丽大赛了。在 DP 59集中，长尾怪兽进化成双尾怪兽之后，在 DP 122集，他又喜欢上了宝可梦乒乓。于是跟着欧先生训练，告别了小智和小光，所以叛徒猴就是这么来的。长尾怪兽实力也只能说一般般，哪怕跨地区表现也不亮眼。在 DP 16集与钢铁道馆馆主朴太的头盖龙对战，被思念头锤轻松秒杀。之后在 DP 18集，小智再战钢铁道馆，长尾怪兽险胜小泉石，不过很快再次被进化后的战锤龙击败。DP 37集倒是秀了一把，击败了百代道馆馆主菜种的罗斯雷朵。好啦，以上就是小智手中所有的雌性宝可梦啦，性格都还是非常鲜明的。那么你最喜欢哪一只呢？